过来，黄爷爷抱。呀！没事，反正这棋呀也没下出个结果来。哦，是吗？明明再有2步您就要输了。黄爷爷给的回礼怎么样啊？团超喜欢哦。你是卡了吗？真看你才卡了。嘿嘿，花花的颜色太好看了，只是2朵都不香哦，好可惜。团团想要玫瑰香味的头发呢，灯光里有没有呀？好，顺便把你头顶上的几根立着长的小头发修一修。嘿嘿，又起玫瑰花香味的哦，好开心。嘿嘿，又起玫瑰花香味的哦，好开心。爹爹，团团一会儿回来再带哦。王爷，您放这里养着，花指定能活到小郡主回来。可把人救下来了。回大总管的话，救下来了。周福海这才侧身把人往里让。传旨公公跪在地上，将菜市口的情况说了一遍。罪臣谢主隆恩。义父，上车吧。此等宽大马车，我不上。义父，您就在车上吧。马车大不大的，皇上心里也知道。姨母这些年都忙着做生意，不少城池也都有产业。表哥没了之后，就是我在打理。您这次出事之后，店铺仓库都逐渐被查抄了，但有个地方的生意完全不受影响。姨母在那边有几间草药仓库。姨父，那个地方就是北冥。什么？姨父，皇上虽然将您流放至北冥，但却给您留了养老的产业的。皇上，罪臣知错了。皇上英明。爹爹，团团香不香？团团香不香嘛？你要是敢丢朕的小娃仔，朕立刻废了你。爹爹，是不是想玩书呼动的飞小游戏呢？团团准备好了哦，快丢吧。老九，你平日里到底丢了朕的小娃仔多少次？简直反了你了。九王爷意识到情况不妙，一把抄起小奶娃夹在腋下，脚上生风，直接闪出。不过他快，他父皇也快，赶在叶君渊闪出去的最后一秒，抓起手边的棋子就朝他砸过去。姐姐，刚才为什么有咚咚咚的声音呀？你说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的无实物表演。小郡主，快尝尝最嫩的牛肉卷儿。再来一口小豆花，这是昨夜里于炳师傅连夜磨的豆子。好吃呢！张可可，快来吃饭啦！来啦，小郡主。从前有一个小鸭子，它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小棒冰。后来它为了变成一只知识鸭鸭，就去了学堂。当然，它是带着它的小棒冰一起去的。故事非常简单，主要讲了一只小鸭子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是如何锲而不舍地一个个解决，最终成为了一只知识鸭鸭，利用所学知识带领家族产业棒冰走向了致富道路。小郡主，你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想吗？小鸭子家里的棒冰哪里有卖呀？棒冰嗦一口，
小鸭子家里的棒冰哪里有卖呀？棒冰，嗦一口。要不咱私下开家店？现在盘店铺的话，正好赶在夏日开张。我估计不太行，咱们一出任务就忙得脚不沾地，哪有时间搞经营啊？不是还有明寨主？胖哥，你去找锦雀商量一下，反正明寨主不是要开钱庄吗？多开一家棒冰铺子也不耽误。为什么是我去啊？你在念什么哭哭经啊？他说他是锦雀的救命恩人，你说话他听。我这么求人办事儿，不得给人家买个礼物啥的？拿去。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你别问，你别管，你只管拿去用。你们是不是背着我招女人了？不叫时间哦，我说，你就不能出面发个话？发什么话？青鸾城来的土匪头子收购尹家产业，尔等不得阻拦。真是好难交流啊！你就不能装模作样放出点风声，就说朝廷最近严查地下钱庄，然后我就顶风作案，直接吃下。本王若是放出这种消息，那立刻就会变成真的。如今太子虽为太子，但实际上已经不是储君了，京官肯定会挖空心思讨好本王，所以本王不管说什么，下面都会有人去实行。那你看，要是这样呢？好可爱啊，进个门都能卡住。好可爱啊，进个门都能卡住。小郡主没事吧？团没事哦，满夹的不疼呢。当然不疼了，只是丢脸而已。爹，困，抱抱。你就不能回房睡？鸡啊，果果还没吃呢。12一秒闪身进来，将一碟切好的水果放到小郡主面前，又给擦小手，这才退出去。手疼，是不是长脚脚了？九王爷心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根本看不清水果在哪里？小乖乖，你就不能睡醒了再吃吗？可是睡醒了又要吃别的了。叶团团的目光便随着橙子的抬高而抬高，小嘴嘴呈现出标准的三角形状。趁着这个时候，九王爷快速给明秋递了个眼色，吃，快给他吃完。明秋作为九王爷多年的兄弟，自然立刻就懂了眼神，直接端起碟子，2口就把剩下的橙子块给吃完。你吃完了？你吃完了？小家伙想了想，吃完了，好像是吃完了呢。于是便心满意足地扭过小身子，将脸脸埋在爹的胸口上，叫了我。咱小郡主真是好乖好单纯啊，根本斗不过楠打配合。什么楠？你们是不是又在说恶心的叠字啊？楠不是叠字，是指2个男人。切，我不信，你们暗卫司的人就是人均叠字怪，除非你说出是哪2个男人。就是咱王爷和明贤。什么？明贤？你是想说明寨主吧？明寨主好像叫明秋，
那个字念秋。我说你们安维斯没事能不能少八卦多看书啊？内助，你还是别说完吧，我一个直男，我听不来这些。上面写了什么呀？念给父王听听。3、5、6、7、9、1，3月前途。3月前土是什么？明明是3明钱庄，到底是什么文化水平？4个字错了2个，你只认识数字和钱？小乖乖，那4个字念3明钱庄。不对哦，3月就是念3月哦。啊？为什么？因为那本九王他和他主不得不说的2、3事里面就有232个字哦，团团不会记错哦。啊，我的意思是，你把明读成了月，不是23啊？算了，不提也罢。这么举例的话，王爷和寨主都不好反驳吧？毕竟不能再给他增加记忆点了呀。嗨，咱小金主果然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小乖乖。明天去上书房念书。啊，不要！必须去。为什么呀？弟弟是不是不喜欢团团了？所以就把团团赶出去。你念书的地方叫做上书房，上书房本质上属于你皇爷爷家里，你不过是从家里去你皇爷爷家，怎么能算是赶出去呢？哼，就不去上学去。开启混球模式了，是不是？耶，团团。哎呦，不哭，咱们不说上学的事情了，好不好？上学那么无聊的事情，有什么可说的？怎么，文盲间的惺惺相惜？哎，枫桥路那边的书铺子新来了好多画本子，想不想去看呢？想哦。可是咱们小乖乖认识的字不多，都没办法看明白。那我们送张可可去上学，等她学好了，就可以给团团念故事哦。可惜团团又不用上学，应该用不上那种包包吧？那我们送张可可去上学，等她学好了，就可以给团团念故事哦。好家伙，不愧是叶家小孩，一张口就是皇室成员最擅长的资源调配，就差来一句：朕不需要学习技术，朕只需要控制会技术的人了。哎，咱小郡主从3岁到4岁，人设是一点没变啊，从始至终都是己所不欲，立事于人的团式准则，可以说是拥有了始终如一的良好品质的优秀小奶娃了，棒！小郡主，属下了解到，枫桥路那边除了书铺子上新之外，一些包包铺子也上新喽。什么是包包铺子呀？就是一些卖孩童书本包包的，其中啊，最新的一批是那种大红玫瑰花配上绿色的花色，每一面都画了5、6朵大花。这么好看的吗？是的，而且还有那种用5颜6色的布包裹住的笔架，用来放一些尺子和笔，非常好看。哇！可惜团团又不用上学，应该用不上那种包包吧？用不用都没关系，下午可以去逛街看看。小郡主不上学的话，我们不买就是了。团团明天就去上学哦。掌柜柜，你看看那个，还有那个哦。
好嘞，小客官您稍等。好好看哦，掌柜乖，都包起来哦。小乖乖，这些都是上学的孩子用的，你又不上学。这些是团团给张可可买的哦。明秋也不拆穿他，只丢出一锭银子买单。小客官，楼上的花色更好看，布料也更轻便，可要移步楼上看看？好呀好呀，请问你有那种花花绿绿的包包吗？有，我这就去拿。很快，掌柜的就拿着2种花色的大娘买菜包上来。妈，这么好看的吗？不可以买哦，你又不上学，不能买上学用的包包。团团明天就去上学哦。掌柜的，这2款都包起来。妈，这么好看的吗？这款啊是店里的特价款，只有最后一个了。让给你吧，给你吧，本团团说话算话哦。圣人言，人之惰性有3：慧利、巧机、自私，令异乡变为士惰之时，5万不可。团团已经让给你了哦，你如果再念叨，团团就叫人把你的嘴封起来哦。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很容易掉珍珠小眼泪的瓷娃娃说话这么凶啊？动不动就要封人嘴。你也有被念得烦的时候？不从来都是你烦别人的吗？啊？哼！妈，好好吃哦！听到了，小郡主夸我了。哎呀，这辈子值了。就点我呗。得，我今晚不睡了，必须搞个新甜品出来，给小郡主带去上书房吃。父王，明寨主，这个好吃哦。明日要去上书房了。团团要去展示花花包包哦。一听说小郡主要去上书房读书，二爷肯定不敢回来，就怕王爷把他和小郡主一起打包都送去上书房。上书房的大门叫做云生门，云生门每天只开2次，一次是早课前的1刻钟，还有一次是下学之前的1刻钟。除了这2个时间之外，别的任何时候都是不开门了，哪怕是皇爷爷亲自来了也不开正门。所以你进去再出来就是1天了，要带够想吃的和想玩的，知道吗？杵着干什么？拿笔记下来，明早记得早早起床，要是错过了上学的时间就会被关在门外。我们小团团知道了吗？团团起到了。小郡主，起床去上学啦！不上哦。再不起床就会被关在门外啦。谁敢呀？关于小郡主天不亮起不来，并且因此拒绝去上学这件事儿，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团七七。接到紧急上学任务的小筒子立刻在小宿主脑子里放起了一首《好运来》。你是一个系统，系统存在的核心是帮助主系统维持时空稳定，并且促进积分池周转。最大的可能是让人类赚取积分，再花掉积分，而不是一味地帮着人类省积分。你是一个系统，你不是人，你不是人，你不是人。听听，大家伙儿都听听，前面那些唧唧歪歪的我听不懂就算了，可是最后一句是不是在骂我？是不是？
真是让一个桶好悲伤。就在团七七在系统空间缩成一团哭唧唧的时候，屏幕上突然跳出来一条紧急主线任务。任务内容是要小宿主上学。虽然我不是人，但我要靠努力工作转移注意力。于是便有了起床神曲好运来。仔仔，不是你的小脑瓜出问题了，是咱们有新任务了。是什么任务呀？粉红色的雪花什么时候下呀？七七这几天都干嘛去了？好家伙，睡醒直接3连乱，问题还一个比一个难回答。任务是要仔仔去上学哦，任务成功能获得积分300。300吗？那七七你数得清吗？呀，我数不清。哎呀，又想哭了怎么办？妈，那是不是代表很多积分呀？对，我们仔仔越来越聪明了。那团贴任务哦。那粉红色的雪花呢？什么时候能下呀？仔仔，现在都已经春天了，下雪不合适，会把大家吓到。要不然这样，仔仔，你还记不记得积分商城有个拔刀特效，就是花100积分就可以让人在拔剑、抽刀、举鞭、投掷飞镖等等物理攻击之时出现下雪、飞花、飞亮片、出彩虹等等效果持续10秒钟。那可以出粉红色的桃花花瓣吗？那必须可以啊。仔仔，咱们要是做了上学的任务之后，就能获得300积分，对不对？300积分的话，就可以给你爹归零，300除以100等于3，归零。团七七胸有成竹，就可以给你爹加3次效果啦，并且我同意。左手是1次粉红色的雪，右手是给爹爹撒3次粉红色的花花。3大于1，好像还赚了耶。上书房那边，周青可回来了。周翰林尚未回京，您之前还特许了他5日的回乡假期。周翰林大约要下个周才能回京了。那今日是谁去上书房给魁生授课呀？顶替周翰林给魁生授课的是扎图。扎翰林师从荣大人，是荣大人的入室弟子。把人叫来。是。翰林院学士扎图拜见皇上。吾皇。行了，最近2日的课程安排是什么？回皇上的话，现在正值暖春，卑职明日的安排是让魁生们进行踏春，了解春之物，也培养魁生孩子们互相协作的能力。既明日踏春，那么今日便是一些知识回顾。周翰林在离京之时，也有将之前讲过的内容传于卑职。就没了？今日还会有一个特殊的环节，一个林堂生会来班上，所以还需要组织一次欢迎仪式。卑职会多加注意林堂生对魁生班的适应，力求让魁生班的每个孩子都能接受到每日所学。叶君渊听到了想听的话，于是点点头，让人退下了。终于呀，快关门了！喜儿公公今日怎么闲得来上书房了？门慢。几个监学太监一听，这是喜儿公公嫌咱们关得慢了，于是便纷纷加大力气，务必要让这位御前的红人太监满意。慢着，
慢着别关。哦，原来不是嫌慢呢。这一回监学太监们听懂了，但是吧，迟了，门已经快要关上了。喜儿公公，这是做什么？要是把您给夹坏了，咱们几个怕是小命不保。你们还真得谢谢我，要不是我卡住这门，你们才是真的要掉脑袋了。这是为何？你们知道过年那几天兵部换了大门的事情不？所以说啊，你们只能是监学太监来着，消息一点不灵通。喜儿公公，您先出来吧，时辰已到了，须得关门了。那你们把我夹死吧。冲呀，快关门了！一冲呀，呀！ 3、2、1，冲啊！小亏生，快一点，快一点！不是，慢点也行，别摔着了。公公呀，还没关门，是不是代表团团没迟到呀？没迟到，肯定没迟到，快进去吧。请问我家小姐什么时候下学呀？我什么时候过来比较好呢？姑娘按照上面的时间来就行，凭借此牌便可进入上书房。谢谢公公。张可人接过牌子，仔细收到怀里，这才出了上书房。哦吼，菊菊，我们回家吧。小郡主去上学啦，又晚点才回来。白氏常说了，我也可以来上书房念书的，只是要等到秋季司衔院招生的时候才能去。菊菊，我等到秋季参加了考试，就能去上书房和小郡主一起读书啦。咱们学班新来了一个小伙伴，我们热情地请他上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说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好不好？好。你可愿意走到那个位置，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吗？嗨，你们好呀，我叫钱团团，快鼓掌呀！话音落下，台下的2到5岁的小朋友们也非常听话，啪啪啪的就给鼓掌了。这是我的新宝宝，你们看好看吗？好看的，好看。团团好喜欢上学哦。这不是那个酷精吗？他果然就是那天在书铺子里见到的凶巴巴的和外表极其不相符的小包子吧。大家都认真听课，我们接下来就把今天要讲的内容梳理一下。这不是那个酷精吗？夫子，钱团团他迟到了，为什么不罚站呢？这不公平。可是团团进来的时候，连生门还没关，所以不算迟到哦。但是上课的课钟都响过了，你才进来的。上课是以课钟为准的。团团是新来的小孩，根本不知道会有课钟这种东西呀。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就知道了，你就是迟到了。那好吧，可是团团不知道要怎么罚站哦。如果你演示一下，团团可能就知道了哦。
罚站就是要靠着墙边站得直直的，双手还要笔直笔直的放在腿的两侧。啊，团团明白要怎么罚站了。可是要站多久呀？要站1堂课。那你站1堂课给团团看看哦，团团看完就明白了。站就站，不就是站1堂课吗？站就站，我一定要让他明白什么是罚站。好了，都安静一些。渣图这就开始精准讲课了。为什么说是精准讲课呢？因为他从喜儿公公那里打听到小蟒袍数数只学到10，那么今日就讲一个关于11到20的数字的故事。敌军攻来了15艘船，呈现出包围之势，将我军的5艘船牢牢困在海域之中，妄图以3倍之势围而攻之。但我方将军临危不惧，抽出了一把长剑，当即大喝一声：身为大主人，怎可贪生怕死？也不知道渣夫子讲了多久，就在小团团都快要睡着了的时候，第1堂课终于结束了。哇，他好厉害呀！钱团团，我们可以摸摸你的宠物小狗狗吗？可以哦，但是你们每个人只能摸1下哦，不然小刺会生气。好的好的，谢谢钱团团。李玉洁，你摸头头，我摸尾巴行不行？这样我们就摸了2个地方啦。宋指挥，你摸它爪爪吧，爪爪看起来好像一颗白色的糖糖。不行，我要摸它的尾巴，我家里有养小兔子，我想看看小狗狗的尾巴和小兔子的尾巴有什么一样。是，有什么不一样？哼，就你知道的多。好，好，你们的在里面哦。都排好队，我来给你们发糖糖。哦，好耶！好的好的，有糖糖了。好，好，你们的在里面哦。哼，我才不吃，我不会被他收买，我一定要让他知道学堂的。没错，他心里的嘀嘀咕咕都还没说完，就被钱团团同学垫着脚掰开嘴塞了最后1颗糖。就没人逃得过团团的主动投喂，包括笨蛋小男孩。哇，吃完了，确实有点好吃。好吧，我问你，罚站的事情你懂了吗？懂了。那就好。短暂的休息之后，便是上午的第2堂课。第2堂课其实只讲了一半就结束了，因为渣夫子说明日要一起去春游，所以余下的半天时间就放小朋友们回家，准备春游需要带的东西。你家书童和小厮知道中午要来接你吗？张可可吗？他可能不知道耶。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坐我家的马车回家？我家的马车虽然小，但古有陋室，今有……不要了，谢谢哦。如果要等督学去你家通知了，然后你家里人才来接你的话，可能中午就要在学堂吃饭了。学堂的饭好吃吗？学堂的饭味同杜甫当年被贬之时于扬州城。我就不该问不用去通知，团团可以自己叫人来接哦。那你要如何呀？
好啦，马上就有人来接团团了哦。不坐你家马车哦，不听你念酷酷经哦，嘿嘿，远离酷酷经，团团有责。就在叶团团满脸耳根终于清净了的小表情的时候，班上的其他同学的表情简直和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把房顶炸了个洞啊！马上就有人来接团团了哦。不坐你家马车哦，不听你念酷酷经哦，嘿嘿，远离酷酷经，团团有责。张伯，今天班上来了一个新同学，他差点把学堂的房顶给炸了。爷爷，今天班上来了个长得圆圆的新同学，他拿了一个会咻的东西，把学堂的屋顶给炸了。娘，今天来了新同学，他给的零食好好吃啊，而且他还会白日放烟花，他好酷。什么？白日放烟花？就是给屋顶冲出一个大洞来。小郡主，终于下学了，半天没看到小郡主，人生真是寂寞如雪。我去看看后厨做的银耳汤好了没，给小郡主凉着。不是，你们就不想想，为什么上书房中午就给下学了？还能是因为什么？要么小郡主揪了夫子的胡子，要么炸了学堂呗。不是脑残粉吗？难道残到深处自转黑？这一天天的就仗着小郡主宠你们，就开始胡说八道，什么炸学堂，能不能说点好的？我刚看了一下信号弹，炸得比较猛。这是干什么？是要不分场合的夸你们艾维斯做信号弹做得好吗？要不要脸呢？我的意思是，那信号弹上还有点瓦片啥的，我看还多炸起一片灰来着。所以说，小郡主还真把学堂给炸了？不是吧？要真是那样，那就不叫暗卫了呀，应该直接叫王爷。不是说包里的糖果是送去学堂搞社交的吗？怎么还有这么多？这里面的是小郡主同学的回礼。瞧瞧咱小郡主，上学肯定累了吧？这才半天都瘦了。这暗卫司的人说话越来越离谱了。小郡主，要不要吃土豆牛腩堡啊？要。那我们洗了手手就吃饭。后厨那边不知道你中午就要回来，所以牛腩是在收到了信号之后才下锅的，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吃。不过今天的午膳有白虾，小郡主可以先吃点虾垫一下。好呀，爹爹和明夫妇在家吗？都在家。明秋一听到说小乖乖中午就回来了，那个高兴的，手里的白虾都剥了第8个了，就想着小乖乖一会儿坐下就可以吃。爹爹和明夫妇在家吗？都在家。这不是给你剥的。他吃白虾，要么吃白味儿，要么吃姜汁儿的，不吃油醋汁儿。那你早说呀，你早说我就放盘子里了。你是不是故意的？吃现成的是吧？好个厚颜无耻之徒，这放到江湖上简直就是魔教的做派。哟，我听到了什么？呀？哎呦，剥虾呀！哎呀，那可不咋的。哎呦，别有那么多波浪线，骚断我写作思路了都。王爷吃个现成的，这很奇怪吗？王府没有婢女，王爷又不喜别人碰过的食物，
一般来说都只吃白市长给包的。白市长这会儿在带娃洗手，那就勉强吃一下明寨主包的，有什么问题吗？你就非要破坏气氛是吧？是吧？我就说个实话。阿达，你们欺负老实人。谢谢爹爹。小乖乖，那是我剥的。谢谢爹爹和明夫妇。小乖乖，这和你爹没关系。可是莎莎是爹爹买的呀。那以后我来买。还不谢谢你明叔叔？谢谢明叔叔。这父女俩是不是又在唱双簧骗我银子呀？爹爹，父子讲故事好差劲哦。今天给他上课的夫子不是周青？周翰林回老家奔丧了，今日给魁生假扮代课的是查翰林。查图是荣老的得意门生，也是他那届科举的知名探花郎。怎么差劲呢？是不是夫子引经据典你听不懂啊？哎呀，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夫子不是举典，是举戒尺哦。里面的人，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呵，我们根本不害怕。你来呀，你来呀！不可以用差劲这个词汇形容夫子。那要怎么说呢？说夫子好笨笨？不行哦，笨笨是形容爹爹的。小乖乖，你们夫子今天除了讲故事之外，还教了什么呀？还教了数数哦。学了哪些数字？背给父王听听。12、15、19、20。听听，你们都听听，小郡主一下子就念到了我。嗨，这种被记住的快乐，到底谁能懂？我准备改名了，大家以后直接叫我二媳吧，也不为别的，我就只是想在小郡主嘴里占据压轴的位置罢了。爹爹，你是不是卡了？你才卡了呢。我们小乖乖真会说。那可不。你们夫子今天讲了几个数字啊？不知道。你还理直气壮？那你上课干什么去了？爹爹舅舅。哎呀，这不才上学第一天吗？你问这么多干什么？没事没事，数数嘛，多学几次就会了。短短要多去上学哦。短短要多去上学哦。这么喜欢上学，今天在上书房干什么坏事了？没有呀。是吗？那你心虚什么？不说的话，那刚炖好的牛腩就不给你吃了。短说嘛。然后小家伙就供认了自己给学堂屋顶炸了个小洞洞的事情。本王就知道这小东西绝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喜欢上学，原来是在学堂里玩信号弹。炸出来的洞很大吗？很小很小哦。和昨天吃的锅贴比较，是几个锅贴的大小啊？3个锅贴那么大哦。你管3个锅贴叫很小很小？为什么要炸屋顶？团团要吃了牛腩才说哦。怎么，挨揍之前还有仪式感，得先吃一口？门口端着牛腩的暗卫 C， 这
到底进还是不进呢？就在 C 哥进退两难的时候，12直接从房顶上跳下来，对着 C 哥的屁股就是一脚。进去吧你！爹爹，团团作为一个乖小孩，是不会主动干坏事的哦。哦，是吗？是的哦，团团今天给房顶炸个洞洞，是因为学堂里太暗了哦，不够亮。爹爹，团团还小，团团怕黑哦。且不说光不光的问题，就说说你怕黑这个问题。大半夜的不睡觉，撵到乌漆抹黑的鸡窝里面去掏鸡蛋是谁？然后又去黑漆漆的马厩里给听风喂黏黏糖，由于看不清，还给听风喂到了鼻子里，导致听风到第2天都还觉得呼吸困难的是谁？还有晚上穿个黑披风，呲着牙钻到本王被子里，说自己是黑夜帅帅侠，要来拯救本王的又是谁？你自己听听，你说你怕黑需要光的这种奶屁话，谁会信？对，小郡主所言有理。今日原本就是阴天，室内的确是光线不好，对于读书的孩子来说，的确不够亮。小郡主又是个怕黑的，所以说小乖乖这是给房顶开了个洞，增加光照，对吧？真是个好办法。咱小郡主啊，真不愧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小乖乖，还十分乐于创造良好的读书条件，真是好棒。王爷，既然因为光线太暗才给炸个洞，那么修补的时候可否将缺口的瓦片换成琉璃瓦？这样的话光照就要好一些。没错，而且咱家小乖乖帮着开孔的事情，能问上书房那边要点工程费吗？咱不能白开孔啊。明寨主言之有理，属下连要银子的名目都想好了，就叫上书房的光照亮孩子们的梦之屋顶计划。团团很乖的，去上书房传本王的话，让他们用琉璃片修复屋顶。是。现在用透明的瓦片盖上了，你们班够亮了吗？够了哦。那你以后还会炸屋顶吗？不会了哦，团团很乖的。你们为什么才上半天的课就下学了？因为夫子说明天要春游，让我们提前回来准备春游用的东西哦。那你准备带些什么呀？要带糯米鸡、包宝鸭、嘟吧坚果脆、黯然销魂芝麻丸、白糖云云点心软酥饼、椰香小奶糕、当当奶、南瓜糯米糍、番茄粉粉、土豆片。哎呀，我敢打赌，小乖乖有2个脑子，学数数和记吃食的绝对不是同一个脑子。春游是不能带书童或者小厮的，东西都需要你自己拿。团团有暗卫哦。暗卫的职责是保护你，若是带了太多东西，会耽误行动力。暗卫带点零食没错的，又不是让他们扛一大麻袋。真的不能带一麻袋吗？可以，我壮体力好，扛着麻袋也能闪进闪出。真的，每个军营都会有一个显眼包。如果带一麻袋零嘴的话，我们小乖乖就会吃成大肚皮了。没关系，团团可以找明珠珠借肚肚哦。小乖乖，明叔叔送你一间棒冰铺子，怎么样？铺子的名字就叫小鸭子棒冰铺，怎么样？好呀，谢谢明珠珠，是花栗鼠
提着大宝剑闯荡江湖里面的那个小丫髻棒冰吗？明秋点头，没错。团团最喜欢明夫妇，团团最喜欢明夫妇。和爹爹哇！原来咱王爷也是个醋。哎，等等，刚明寨主说什么来着？小鸭子棒冰库。这么说，小风找雀商商量的事情成了？嗨，我就说那簪子管用吧。不对，CC，你是不是啥都要插一脚？我们磕那个啥的时候你反对，现在我们磕男女你也反对，你是不是？不是，先别踹我，我是想说我刚才晾衣服时候在小风兜里找的这个啊，这簪子他没送出去。不是，你求人办事不给送礼？送了呀。可是簪子为什么还在咱府里？你给人锦雀送的啥？一把最新材料的黑刀，帅得很。你咋不送个弹弓呢？下次一定，下次一定。牛腩还有没有？再给小郡主盛半碗。有，我去。真是，给妹子送礼物的时候，她反应怎么没这么快啊？哎，你们说，小风百年归西之后烧出来的会不会是木炭呢？不，我觉得烧出来的是铁丝。你们当真以为他不懂？啊，白哥的意思是，小风以前成天嚷嚷着要给小郡主抢个媳妇儿，你看他现在嚷嚷了吗？胖哥渣男呐，知道还装不知道。也不能这么说，毕竟锦雀和咱们属于是半个同事，要是戳破了窗户纸，以后见面也挺尴尬。反正你们少操那些闲心，要是实在没事做，就到后院把大粪给挑了。真不愧是白哥，明明是个处男，竟然对男女之事都这么懂。哎呦！没错，他被回身过来的白市长一脚踢飞了。你们夫子真的罚你站了一堂课，而且理由是因为别的同学迟到了。是的，娘。但是和迟到那个同学没关系，是我主动要给他演示罚站的。娘知道你善良，但你这样被人欺负，为娘找上书房要个说法也是应该的。孩儿给义父请安了。说吧，什么事？居士微微欠身，然后将今天上午学堂的事情说了一遍。如今我们孤儿寡母的在京城，我甚至连个诰命都不是。孩子上学的事情得麻烦您了。别跪了，那小孩子姓钱是吧？是的。那应该是军机处钱大人的女儿，以前倒是听说过，说是钱家小女儿身体不好，就寄养在老家的，难不成回京了？可是她身体非常好，走路都蹦蹦跳跳的，而且一下课狗都追不到。在老家养得这么好吗？本将会问清楚具体情况，若真是钱家那小女娃联合夫子欺负了思锦，本将定会给他讨个公道。娘，真的不关钱团团的事。你还小。可是娘，小谭思锦有一点担心钱团团这个狗都撵不到的小女娃，她会不会被家里人捉住暴揍啊？你姨娘给你做了新的下鞋，这会儿应该到了，我们回去看看。晚上我出去吃。
站住！是谁来过了吗？是谭建之的儿子小思锦和居士两母子来过。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居士今年少说也55岁了吧？他还能生儿子？不是他生的，是谭府一个小妾生的。哦，原来是这样啊！你就知道帮别人家的儿子，你怎么不去圣上面前给妻儿谋个一官半职的？他这都15岁了，还游手好闲的，我找人说亲都不好说。臣妾说亲的事儿，那是因为……陈鼎义正要说到陈气这逆子的事儿，正巧陈倒霉孩子气就在这时候回来了。晚上我出去吃。站住！行吧，今晚上这顿骂是免不了了。今日饭桌上的话题竟然不是他说亲的事儿，而是一个叫谭思锦的娃被上书房的另外一个小女娃欺负了的事情。陈气听着他爹娘说的内容，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爹，你说那小女娃叫啥来着？姓钱，叫钱什么团来着？怎么你认识那个小姑娘啊？可是人家才4岁，你又不能跟人家提亲，也没法提亲失败来着。我娘说话真的和陈哥一样的扎心。爹娘，你们不觉得这些条件非常的巧合吗？什么团4岁脑子好，还吓得夫子不敢主持公道。难道……哦，巧什么？而且他今天还把上书房的屋顶给炸了个洞来着。叶团团，那可不就是他吗？他还有个名字叫做青鸾富商钱团团来着。去追上居士，去告诉他，他儿子被罚站也是应该的。没错。追上谭夫人和谭公子之后，就说上书房罚站是个误会，让谭夫人不要追究，如果追究了，可能会自取灭亡啊！丢去喂狼。你俩搁这儿对对子呢。跟居士说，谭思锦和那位新同学之间的事情，在我们大人看来或许是误会，但是在小孩子之间说不定是友谊的开始。让他先别着急，我这边会盯着的，然后约谭夫人周末跟我喝下午茶，知道了吗？是。小团团上学为什么不用真名？真名不就省事多了吗？让叶团团用小名，这个据说是皇上的意思。哦，原来如此。那我周末和居士见面的时候，也不说明团团的身份，就提点他不要过多插手就行。娘，别担心，我不会被欺负的，我能管住钱团团的。好，娘相信你。爹爹，这些真的不能全部带上吗？不能。你还想全部带上？莫不是要去给春游的地方搞一层零食包边儿？那能带多少呀？10包。就不能多一点吗？10包都不够塞牙缝的呀。人没长大，牙缝倒是越来越大了。爹爹，团团多带点嘛，万一不够吃呢？不行。爹爹就不怕团团饿成柴柴吗？如果饿成柴柴，再饿就会变成石石。以后别人问团团你怎么饿成石石了，团团就会说是爹爹只给吃10包哦。他这通胡说八道似乎逻辑还挺通顺，逻辑通顺就算了，他竟然还能圆回来。有道理是有道理，但是有点气人。11包，不能再多了。
19包。那就还是10包。小家伙朝着四周看看，没看到友军明叔叔。11就11嘛。上周收购了2个钱庄，其中一个是之前尹家的地下钱庄，多花了一笔手续费。这一处的庄子以前是个富商在住，后来听说是找到了大项目，就举家搬走了。庄子比较大，重新装修一下，您就可以入住了。装修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新庄子还要多装出1间，给叶团团留着。等到他爹吵架的时候，那间房就是他离家出走的好去处。是，马上夏天了，小鸭子棒冰铺也准备做招牌了。我是想说，招牌能不能改成小鸭几棒冰铺，把子改成几，这样更有小郡主的店的风范。那是手工纱？我是不是对石女子有什么误解？为什么石女子手上还会有手工纱呢？太子那边我就是不想让他碰，所以才冒死白天动手。至于尹足谦，他根本不行。开棒冰铺的事情是暗卫找你说的？是小峰来找我说的。然后你就答应了，还连夜做了开店计划表，然后第2天拿给我看。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啊？我能不答应吗？他把刀砸在我桌子上，表情还凶得很。我当时都在想，我要是不答应，他是不是要当场削我？你看，就这个。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啊？我能不答应吗？他把刀砸在我桌子上，表情还凶得很。我当时都在想，我要是不答应，他是不是要当场削我？你看，就这个，当时砸在桌上，哐当一下，可吓人了。可能不是威胁，只是送礼。还有给姑娘家家送刀的。在直男界，他只要不给你送弹弓，都算是送礼。你要是看上小峰了，你就去追啊！咱可是土匪，不是一般女子，不信奉那些什么3从4德、委婉含蓄的东西。咱干土匪的行事风格就是能追就追，追不上就抢，知道了吗？锦却没想到自己的心思被债主一眼看穿，他觉得自家债主说的有道理，但是吧，他要是去追，算不算是骚扰人家？你管他那么多呢？我告诉你啊，做女土匪就不要有心理负担。你看看叶团团，他坑他爹，坑他哥，坑任何人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自然呢？你要是追上了，山寨给你出嫁妆，风风光光的办喜事；要是没追上，那就算是咱占便宜未遂，也不吃亏嘛。那小子似乎还真挺合适，他出任务积极，经常一个人做2个人的事儿，月俸银子也是双倍，养家糊口绝对是够了。虽然胖了点儿，但是属于高质量的经济适用男。您这是说到哪儿了？我都不敢想。反正你勇敢点，本债主十分愿意你带个家属来山寨，失败了也没事儿，咱是土匪，没脸可丢。小四呀，你不可以揍菊菊哦。小四爷爱干净，每顿饭都要换口水豆，2天1夜就是需要6个口水豆。1、2、3、4。哎，怎么每个兜兜上都有2个洞洞呀？小四立刻窜过来，低头闻闻，然后直接气得炸毛，唰的一下闪出来，直接冲过去，将正在院子乱蹦跶的菊菊一爪子拍翻。不可以揍菊菊哦！哎呀，这小四爷也太狠了，打的菊菊的爪子都不能落地了。还以为他们2个是小打小闹，没想到竟然将矛盾升级到斗殴的地步。看来
我得抽个时间专门跟他们讲一讲毛孩子不可以打架斗殴的事情，尤其是小四。你们两个以后不要再打架了，我去学针线活，小四爷的口水豆我负责缝好就是了。好了好了，都有错，别打了。一边拎着小四远离战场，一边叫侍卫去找医者给菊菊看看。不要气气了，等团团春游回来就带你进宫去，让黄爷爷再给你做几个兜兜好不好啦？不气不气哦。医者仔仔细细地给小橘猫检查了下爪爪，越检查越疑惑，他怎么觉得这猫没毛病啊？大夫，我们家菊菊是不是得了一种主观神经性肌肉控制肢体下垂综合症的病？您再想想，是不是这个病？哦，对，就是这个病。我写个方子，你们给他拌的猫饭里，吃个2-3顿就好了。还苗呢？看你把小四爷气的，今晚上夜宵都没吃。好的，小四爷要半夜揍猫，看着不像。要是真去揍了，白市长明天肯定要罚小四爷。嗨，估摸着不单单是白市长要罚他，小郡主估计也得说他2句。不可能是去揍猫。你咋知道？因为我房里的尺子又不见了。吉吉，能不能让那个姨姨不要再祝我好运来了？那好运带来喜和爱呢？不要上学，不要好运来，不要金花开，更不要喜和爱。团闹钟七七，仔仔，不哭不哭，咱们不是在做任务吗？上学的任务是要求连续上学3日，然后才能完成任务。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我们加油哟！小家伙虽然很不情愿，但是依旧哼哼唧唧，不高兴地起床了。那就完了，团团才没有多拿。本王不是说了只能带11包吗？叶团团，你不听话是不是？就是11包哦，团团是个听话的乖小孩哦。你自己数数，这是多少包？布袋里还有，倒完。还要给你们小郡主藏证据是吧？1、2、3、4、5、6、7、8、9、10、12、13、15、17、18、11，那就完了，团团才没有多拿。本质上小郡主就是拿的11包。行吧，今日送他去春游的时候，顺便和上书房说一声，3日之内要是教不会小郡主11到20的数数，就等着被发配到边疆去教书吧。爹爹，你错怪团团了呢。好，那就算是父王错怪你了。需要父王给你道歉吗？当然不用了，爹爹是答应了，说对不起好丢脸点的。你知道就好，有话快说，本王上朝要迟到了。爹爹，团团今晚住山上，害怕吧？你会害怕？你连大晚上让暗卫带你进山摸狼崽崽的事情都做过，你会怕进山？哦，那然后呢？那爹爹晚上可不可以来山上看团团呀？你就不怕被别的同学笑话？这么多小孩都是自己上山自己睡，就你非要见父王。所以爹爹要悄悄来哦，
不能给别的同学发现。那弟弟晚上可不可以来山上看团团呀？弟弟嘛！应声之后直接闪身消失。白姬转头看到窗台上那盆御赐双色妖姬的叶子上好像有2个洞，而且看那个洞的大小样式还有点眼熟。不好了，王爷的常服被咬了2个洞。白哥，你鞋子也被咬了2个洞，而且是在鞋面上。马车驶入院中，12掀开帘子，抱着小郡主上马车。可怎么马车帘子上也有洞？你们看看，这个小猫咪睡得呼噜呼噜的，肯定是昨晚上没睡觉，光干坏事了。菊菊，你今天必须意识到错误。好家伙，这下我们算是知道小四爷昨晚上叼着尺子干嘛去了。哎，你这个小毛毛，做错事情怎么还不认呢？就死倔是吧？